10000次栽赃，10001次扎小人，好卑劣的想法，好低劣的手段，但这玩意儿好有用，封建迷信害人不浅，宣传核心价值观迫在眉睫呀！娘啊，可我该怎么狡辩啊？这不是夏嫔那儿的绸子吗？来人，把夏嫔押入慎刑司，严加拷问。皇上，冤枉啊！这锅怎么就扣在臣妾头上了？这就抓了啊？可这小人明明是安常在的呀，是他买通宫女塞我床底下的，连证据都没有就定罪了。这么专断的暴君，我能活到他死吗？安常在似有话要说。皇上，臣妾来人，一同送去慎刑司。至于沈答应愚笨聒噪，好生自省。好险好险，差点开局就落地成沫了，腿都快吓断了。这次算你好运。哎呦！娘娘，小心路滑啊！哎呦，谁呀这么不长眼？我的鼻子不会给我撞歪了吧？好痛啊！沈答应，宫中禁止疾跑，你这般冒失成何体统？皇上恕罪，臣妾知错了。最新惊天大瓜送达，长公主已与侍卫长私奔，正前往神武门。瞧，这暴君还在这看我干嘛？再不去拦着，长公主可就真跟侍卫长私奔出宫了。这就是皇宫吗？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这么癫狂的吗？刺激啊！沈答应御前失仪，暂贬为宫女，送驻御前。朕亲自教你规矩。哎，不是，我拿的不是宠妃剧本吗？怎么变成宫女了？哇哦，长公主真是行动派啊，已经快跑出国门喽。只可惜这侍卫不是良配啊，他孩子都快2岁了，妥妥的极品渣男，骗婚狗。孩子2岁。皇上，您慢些，摆驾！什么事儿啊，这么急？有长公主私奔的瓜吉吗？御前规矩多，你小心自己的脑袋。刚才那股子莽撞劲儿，最好收一收。公公放心，我这脑袋还算结实，应该还能活许久。敢问御书房平时几个人伺候？打听那么多干嘛？好好干，可别像前几个一样妄图勾引陛下。现在骨灰都给扬了。勾引他？就他那随时要杀人的暴脾气，我还怕他勾引我呢。明日卯时起来洒扫，吃了当心你的皮。卯时？天还没亮就要我擦地砖，当牛马还朝9晚5呢。这个时代是什么世道啊？我老板都没这么剥削的。上一秒我还在感叹什么样的地砖配让我用这芊芊玉手擦，下一秒我走进来一看，这居然是极品羊脂玉，真想抠一块带走啊！最新通报，长公主私奔大戏落幕。哟，狗皇帝动作挺快啊，居然真的把长公主给拦下了，够狠的，居然当着公主的面把那渣男侍卫长给阉了。果然，还是把你放在朕身边最牢靠，省得朕到处派人去查。哎呦喂，暴君还来了一句，如此一来就能常伴公主身侧，从此长相厮守，多损呐！山上的笋都被你拔光了，极品渣男活该，太监了吧？让你骗婚出轨。动作那么大，生怕旁人看不着吗？那么脏的破布也敢往袖子里塞，你这么大个脑袋，怕是脑仁只有核桃大。奴婢知罪，皇上息怒，
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不听不听王八面精，只要我认错够快，杀头就轮不到我。没有规矩，成何体统？去一旁跪2个时辰。2个时辰，那就是4个小时，我的膝盖还要不要了？简直如雷轰顶啊！顶着，若是掉了，奴婢遵旨。完了完了，这皇帝绝对是心理变态！我这颗美丽的头颅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，全凭天意吧。不行了，这才过了1刻钟，我的脖子都要断了。如果我现在假装晕倒，他会不会饶我一命？我应该先小声求饶，然后小频率晃上一晃，最后眼睛一闭，完美的一头栽到地上。就这么干。启禀陛下，户部尚书李卓人求见。宣。这个时候来人，大官啊！这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大臣们就是不一样。我跪得这么明显，人家硬是眼睛都不往这边看一下。启奏陛下，南方干旱，灾情严重，今年恐怕颗粒无收啊！微臣恳请陛下下旨赈灾，但国库连年亏空，如今实在抽调不出大量银两了。监守自盗的狗东西，可不就空了吗？暴君啊暴君，你这皇帝当的也太惨了，自己家都快被这老登搬干净了，还要在这儿看他唱戏哭穷，惨哦！这不明摆着是来跟你要钱，逼你开私库放血吗？这贪官家里贪的金银财宝都抵得上半个皇库了，人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他家那地窖里全是黄金屋。完了，BBQ 了！我这颗脑袋今天真的要和脖子说拜拜了。何公公，送他回去更衣。爷，没杀我，我还能活。为了感谢暴君的不杀之恩，我该怎么隐晦地告诉他，国库快被搬空了呢？关键是，怎么解释这群贪官是把银子藏在哪个地方带出去的？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张口呢？难不成我要跟皇上说，你好，麻烦让李卓人脱一下裤子？牛批，好能塞啊！他们赢了，这扩容技术绝了！很好，原来朕的国库是这么空的。来人，立刻彻查国库失窃案，把李卓人全家给朕拿下，株连9族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不仅恢复了答应身份，还荣升贵人，连升2级啊！恭喜沈贵人，贺喜沈贵人！多谢公公。公公，这怎么忽然就给我进了位呢？沈贵人福气好，李卓人的家产丰盈了国库，皇上龙颜大悦，连带着您也连升2级。旁的事情，奴才就不知了。奇怪，就因为抄了个贪官，那暴君肚子里肯定憋着什么阴谋诡计，我才不信事情这么简单。救命啊！这洗法是要把我秃噜掉一层皮吗？主子模样真是娇俏，今晚定能得圣宠。我真美，绝色佳人就是我。今晚我就用美貌闪瞎那暴君的眼。皇上驾到！爱妃今日气色不错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什么事儿值得他这么开心？难道是抄家抄出隐藏款了？后宫密文送达，大瓜，童贵人有孕，1月有余。原来是童贵人有孕了啊！哟呵，好消息是暴君你要当爹了。坏消息是这孩子不是你的。爱是一道光，绿到你发慌。这绿帽子戴的真挺拔呀。皇上，您怎么了？快请坐。不必了。这暴君又发什么疯？跟谁欠了他200两银子似的？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朕突然想起还有要务，改日再来。前朝一群混账，后宫也给朕吃里扒外，一点都不给朕省心。朕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管不住自己，敢绿到朕的头上，全都给朕宰了！这皇帝指定是有点大病。
顾延宁做的事，这锅最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。童贵人被赐了毒酒，传言是我给顾延宁吹了枕边风，我何德何能可以断人生死啊？童贵人那是自己找死，怪得了谁呢？谁敢给皇帝头上戴绿帽子，死得一声不吭，都该算是件好事。主子让搬这些物件做什么？晒太阳呢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金钱的味道。什么情爱的，哪里有搞钱让人痛快？但这群进了宫就为了争宠的女人可不这么想，她们肯定在想，我没使什么狐媚肘两，怎么能连进2级？今天我教教这贵人规矩。小小贵人，见到本宫为何不跪？来了来了，后宫正争之位高级压死人定律出现了。容妃姐姐息怒，是我不懂规矩。收起你这狐媚模样，本宫可不是皇上，你盛宠争就争了，装成这样给谁看？容妃姐姐对我恐有误会。骚了轰的忍不了。娘娘忍一忍，沈贵人正得宠呢。装模作样的狐媚子，看你就恶心，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容妃与他那将军爹不愧是一家子，都是直肠子，旁人随便一挑拨就冲到前面搞事情。这容妃说好听点是性格爽朗，说难听些不就是没脑子吗？容妃是容大将军的嫡女，容家手握兵权，确实让朕颇为忌惮。且听听她还能吐出什么。全家凑不出来一个聪明的脑袋瓜，怕功高震主，又怕护不住女儿。容妃想进宫时，容将军快把鞭子抽断了，也没断了他这念想。一个位分高的妃嫔，加上手握兵权的母家，如若再生出皇子，狗皇帝怎么配这样的痴情女？今天也是为别人不值的一天，回去数钱喽。去他妈的，这样想朕，现在我就要砍了他。说到容将军，皇帝知道藩邦想要反吗？今年冬季怕是苦寒，塞外粮草匮乏，这要是出其不意攻过来，皇帝那刚富盈点的皇库怕是要见底喽。这沈香宜果然比安伟好使。瞧瞧藩邦的心思多单纯，不就是抢粮食、抢美酒、抢女人吗？单纯个狗屁！若非怕他知道朕能听见他的心声，朕现在就过去扇醒他。狗皇帝可以去出卖色相啊，只要容妃去他爹那儿哭一哭，哭得容将军去边关巡视一番，恰巧碰到藩邦入侵，顺手灭了，那不就皆大欢喜？容爱妃，良辰美景，我有一事想和你彻夜长谈。在想什么？狗皇帝和容妃打了个啵。何谓打啵？亲嘴懂不懂啊？就这样，摸摸。还编排阵什么了？要命了！他从哪个犄角旮旯钻出来的？不就是亲个嘴吗？干嘛那么多疑呢？关键又不是我亲。容妃真的很有范儿，御姐笨蛋美人。我要是皇帝，我给她亲秃噜皮。可是在负你朕。谁会承认啊？骂你也听不到呀，蠢蛋！来人，沈贵人大逆不道，赐朕酒。他怎么比生气中的女人还不讲理？说翻脸就翻脸！哼，你们挑衅的小手段，可别把我拉进去算一环。不要啊，陛下！这酒死得太痛了。那赐白绫。白绫死得太丑。那你想怎么死？还不想死。容妃找你何事？容妃姐姐能有什么事呢？只不过是有些吃醋罢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，臣妾可以走了吗？嗯。狗皇帝喜怒无常的，不会是更年期了吧？吓死我了！这暴脾气太可怕了，怪不得南方干旱只敢报赈灾，丝毫不提暴乱。给朕召内阁议事！这群瘪犊子，还有什么瞒着朕？去镇库里将那套香宝金簪送到容妃那儿，朕得空了会去看她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再派人去沈贵人那儿，让他抄心经100遍，若字迹潦草，就让他重抄。不是说朕小心眼吗？那他也别想着痛快了。这毛笔字我也就上小学的时候学过几天，要让我写出来漂亮的簪花小板，真的是要了我的命啊！何公公说了，别让沈贵人太痛快，但也不能得罪太狠。可这字实在是没眼看啊！烦请沈贵人重抄。
沈贵人，烦请您重抄。展秋，我手要断了。主子，手断了也比断了头好。沈贵人，奴才尿急。去，快去！快，你先替我写在纸上，一会儿我比着描。真赏心悦目啊！接下来看我的。我觉得断头更痛快。你去告诉陛下，就说我没个10年8年抄不完了。展秋，吩咐下去，今天我要炖一个酱肘子，我要以形补形。沈贵人，皇上说经书不用抄了。这么好的事情，你哭丧着脸干嘛？高兴点，一会儿请你吃肘子。皇上说狗爬的都比您写的强，不让御膳房给您做肘子。凭什么？皇上说人手都写不好，还吃肘子，打算变猪蹄子气死朕是吧？行，肘子不吃了，一顿不吃又饿不死我。哼！皇上还说让您从今日起一天写5张大字。展秋的手出血了，你怎么说话还这么心疼？别太亲人了。那日你对陛下说了什么？容妃姐姐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？唉，陛下说你最会胡言乱语。陛下一定是在挑唆，你别被坏男人洗脑啊！挑唆什么？当然是挑唆你我2人原本就没有的友谊。本宫来是谢你的。那日我撞见你后，皇上就来了我宫里，我爹交出虎石被拒了。皇上还下令他带足粮草犒劳将士，没想到你竟然以德报怨，是我武断了，今日特来致谢。都是姐妹，客气什么？臣妾就不客气了。本宫可不欠你什么了，祝你好自为之。沈妹妹，皇上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呀？这帮人为了讨皇帝喜好，天天来烦我，连我的5张大字都耽误了，害我天天被狗皇帝骂态度不端。行，既然你们问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皇上啊，他喜爱细腰，盈盈一握最是上乘。皇上还最爱女子饱读诗书，饱腹经纶才有话聊，更喜赏月。美女一袭白衣，转身就是惊鸿一面，这怎么能忘得掉？天地玄黄。朕的后宫开始产女鬼了。皇上，这都是些争宠的法子，听闻是从沈贵人那里传出来的。直接去沈香玉那儿。皇后怎么也在这儿？南风，武统，糊了。皇上来的真巧，再不来我那点元宝都要输干净了。皇后这是到我这儿进货来了，我的钱啊！回禀陛下，近日后宫刮起不正之风，听闻和沈贵人有关，臣妾特来看看。看出来什么了吗？沈贵人散播谣言，不伐南郑后宫之风，钓鱼执法。看你长得明眸皓齿的，怎么属黑芝麻摊子的呀？那依皇后之见，如何罚？罚沈贵人500两黄金，另撤绿头牌，禁足1月，以示惩戒。
绿头牌谁稀罕那玩意儿？但我要我的金元宝啊！贪图我的美色可以，绝对不能贪图我的钱。皇后处事公允，朕心甚悦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这么办吧。夜色深了，朕今晚去容妃宫里休息，你们也散了吧。待不下去了，放我出宫！我要去行州，怎么会有蠢货捡到狗头金以为是铜啊？那里一定有金矿，我的金山在向我招手。金山，现在是朕的了。娘娘可还有事？无事，只是觉得沈贵人活得倒也土通透。今日也乏了，回吧。主子可是心有不快，快入夏了，天有些热了。我就说吧，人不可能无缘无故阴谋，敢哭是好朋友驾到了。好一个祸不当行，这皇宫与我命里犯冲。沈贵人今日大字可写完？滚！沈贵人，半个时辰到了，写完了吗？他是不是有病？主子，您可慎言啊，这要掉脑袋的。掉就掉，皇上他就是个……一直都暗戳戳在心里骂朕，今日朕可算等到你张开嘴了，混账！他妈的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这下真要完了！小样，吓不死你！沈贵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倒是给朕说说，朕有什么病？嫔妾知罪，嫔妾是说自己有病，不是说皇上有什么病，皇帝的通病呗，疑心病、狂躁症，最后加上个神经病。怎么回事？你咋还是个学表啊？表面上装作不用功，背地里卷得飞起，白天不会，晚上再背2本，目标倒是挺明确，从小就想当皇帝，这是活生生卷出来的啊！学表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话。这次就饶过你，但绝无下次。啊，这都没死，一会儿必须去烧筑高香。这狗皇帝不过就是想成为一代明君罢了。农业兴国，民富则国强，强国先腾军，大力发展制造业，推动教育文化发展，培养质量人才。这话我才不会说出来呢，严重超纲了。况且他做皇帝过得也还不错，随他去吧。农业兴国，民富国强，这简直是治世之大道。这狗皇帝来我这儿的频率是不是有点太从快了？难道我是全宫无代餐，老娘独一无二了？你能知道天下事，对朕而言，确实是无可替代。我靠，大瓜，皇后竟然有孕了！终于是他的种了。佟贵人那事儿朕处理的滴水不漏，宫里知道绿帽子的，就只有这个嘴上不着调的女人。中宫所出，这要是个带把的，朝廷里那些老臣们不得原地高潮啊！瞧瞧这张嘴，简直粗鲁至极。沈贵人，朕有些肩痛，这个力道您看合适吗，陛下？左边再重一些。怎么，朕平时没管你饭吗？我这一拳下去，你头都没了。没办法，吃人饭受人管，社畜的悲哀。哼，你这手法是跟浣衣局学的吧？粗笨的很。哼，嫌我捏的不好，那去瑞王爷那儿啊。他昨个刚砸重金赎了京城的花魁，人家那小手不得手弱柔肌。瑞王，这几个人简直是俄罗斯套娃呢。瑞王爷拥花魁，花魁背地里爱慕情郎，情郎又拿钱去资济青梅竹马。要是那青梅再心悦瑞王，这不就是完美闭环了？戏剧源于现实，这话果真不假。朕看他们还是太闲了，吃着朝廷的俸禄，竟给朕干这些丢人现眼的事。正好行州那边的金矿不好托付，就扑苏王过去，封山驻扎，不可外出。还女人，朕让这母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有喜了！坏了，早就吃过瓜了，
这惊喜的劲儿都过了，我该怎么装作第一次听到的吃惊样子？猛一抬头，喜笑颜开，会不会有点假？哈哈哈哈！赏，摆驾去皇后那儿。唉，皇上听到皇后有孕，龙颜大悦。沈贵人的表情吃惊中带着落寞。后宫母凭子贵的道理，她还是不懂啊。红颜易老，还是得有孩子傍身才行。瞧瞧，狗皇帝这反应不和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当年我没考到电影学院，绝对是整个演艺圈的遗憾。主子，快醒醒，何公公来了！谁啊？天塌下来了！沈贵人，奴才奉皇上之命前来传话。何公公，什么风把您这么早吹来了？沈贵人，皇上让奴才给您带句话。什么话？皇上说了，让您这几日好好准备着，过几天要出一趟远门，您随行。出宫？带我？真的假的？这狗皇帝转性了？这是天大的恩典，沈贵可千万别声张。知道，我嘴巴最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那奴才就先告退了，贵人好生准备。主子，皇上真的要带您出宫。嘘，别嚷嚷，让人听见。展秋，你说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糖葫芦、烤鸭、叫花鸡。主子，您就不能想点正经事儿吗？比如怎么顾宠，吃就是最大的正事。主子，您又开始了。不懂，这是精神疗愈。皇后娘娘有孕，各宫都上赶着送礼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，得靠金子填补一下。容妃娘娘驾到！同样是妃子，她这一身行头比我全部家当还贵。沈贵人，你这宫里怎么总有一股子铜臭味儿？容妃姐姐此言差矣，这哪是铜臭，这分明是金钱醉人的芬芳。就你歪理多。姐姐何故叹气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中宫有喜，咱们这些做小的是更没盼头了。又来了，日常吃醋环节。皇后怀孕又不是我让她怀的，姐姐天生丽质，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，不急。沈香宜，你跟我说句实话。什么？你和皇上到底有没有那个？哪个？使劲。没有，你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真没有？那你这圣宠是哪儿来的？皇上隔三差五就往你这儿跑，就为了纯喝茶？可能因为我嘴甜，会讲笑话。讲笑话能讲出3000两赏册，你当我是傻子？也许是我捶背捶得好，手法独特。我要是说我和狗皇帝清清白白，连小手都没牵过，他肯定以为我在凡尔赛。可这该死的就是事实啊！算了，你不说我也不逼你。反正你这个人吧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靠谱的邪门劲儿。多谢姐姐夸奖，我没夸你。宝贝儿，我来啦！主子，你快过来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紧张？四通外南的书信，信里提到了出宫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您随行。这信是哪儿来的？方才奴婢为您收拾庄林，发现夹层里不知何时多了这张纸，奴婢发誓，之前绝对没有。有人陷害我，而且这个人知道我要出宫的秘密。消息是谁泄露的？不，重点不是这个。信上提的什么青梅竹马，我根本不认识。字迹模仿的有7分像，但我的字写的跟狗爬一样，皇帝亲口称证过的。这封信的字体太工整了。王常在。
他被我收拾过，一直怀恨在心。现在知道我要随驾出宫，他肯定嫉妒的发疯。等我和皇帝一走，他再让人偶然发现这封信，到时候我远在宫外，百口莫辩，这罪名就坐实了。好毒的计谋！主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不要立刻禀告皇上？不急，告诉皇上，我们没有证据，只会打草惊蛇。先别声张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他能用信害我，我就能用信害他。玩栽赃嫁祸，我可是宫斗剧10级学者。展秋，你马上去打听打听，王常在入宫前有没有过什么青梅竹马，或者订过婚约之类的事。主子这是要……去吧，越详细越好。主子，打听到了，王常在入宫前曾与他娘家的一位都有过婚约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退了婚，他才被送进宫的。天助我也！他那位现在何处？听说在外省做个小官，具体在哪儿就不清楚了。婚约、兄、退婚，这3个词凑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出现成的苦情大戏啊！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快去，此事要办得滴水不漏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，陛下万福金安。免礼。后日出宫，你随行。愿意。臣妾的意思是，陛下有命，臣妾不敢不从。后宫之中，就这里让我最放松。别装了，你那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后面去了。失策！狗皇帝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了，不好骗了。出去之后，不许再叫狗陛下，显得生分。那叫什么？叫老爷。那臣妾呢？夫人。会不会太假了？咱们俩站一块儿，一看就不像夫妻啊。那叫丫鬟。还是夫人好听，老爷说的是。多带几件素净些的衣裳，别穿得像个移动的金矿。对了，王更衣的事，朕不希望再有下次，以后这种事我来处理。他果然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是我设计的王更衣，我才是那个小丑啊！宫斗剧白看了。可是他没有罚我，他甚至都没有追问，他这是在偏袒我吗？不对，他肯定是觉得王更衣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耶！出宫计划已确认。主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魔怔了？展秋，我确认出宫了，我终于能呼吸到外面自由的空气了，我再也不是这金丝笼里的鸟了。我的好主子，您小声点儿，让人听见了还以为你要私奔呢。知道了，快别愣着了，帮我收拾包袱。金瓜子必须带上，这是硬通货，路上打点花销全靠它了。辣椒粉防身利器，遇到坏人直接糊他脸上。小剪刀也带上，万一辣椒粉不好使，就用这个戳坏人的眼睛。主子，您这是要去行侠仗义吗？路上无聊，得有点精神粮食。哇哈哈哈哈！我的主子，您确定您是随驾出巡，不是举家逃荒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有备无患，深谋远虑。可皇上不是特意叮嘱了，让您带些素净的衣裳？红色怎么了？红色的多喜庆啊，能辟邪。这本讲的是霸道将军爱上我，剧情正到精彩处，得带上。主子，我还是给你精简一下吧，皇上看到肯定要说你的。不会的，他一个大男人，难道还会翻我一个女眷的包袱不成？您对皇上的认知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早呢？来送你。你这第一次出远门，我不放心，
宫外不比宫里，人心险恶，你机灵点，别给皇上添乱子。我什么时候添过乱了？我明明是皇上的解语花。皇上这次出宫，后宫这么多人，独独带了你，可见是真把你放在心上了。哈哈，依旧反差，高冷御姐爱吃醋。放心吧，姐姐，等我回来，给你带外面新奇的玩意儿。听说民间有会唱歌的蛐蛐，我给你捉一只回来解闷儿。谁要你的臭蛐蛐？沈贵人，时辰不早了，皇上在等啦！来了来了。沈香宜，活着回来呀！什么叫活着回来？我是去微服私运，又不是去上战场。这塑料姐妹就不能盼我点好吗？包袱里塞了什么？回老爷，是换洗的衣服。展秋，我恨你！朕已让何公公为你备下了4季衣物和日用品，都在马车里。你的包袱，打开看看。完蛋，我就知道。到了客栈，这些东西都交由何公公统一保管。为什么？这是我防身用的。朕怕你一时兴起，把客栈给烧了。臣妾哪有那么笨？出宫了，终于出宫了，这就是股掌之间，不是骨藤之间。不行不行，沈香宜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他可是害你加班的狗皇帝，是你的大老板，不许有非分之想。看什么？没看什么，我看风景，外面的树长得真别致。他背后是长了眼睛吗？这都能发现。他不饿吗？铁打的身体。老爷，您不吃点东西吗？光喝茶怎么行？不饿。何公公，给老爷来碗面，加个蛋，要双份的。真是个怪人，连吃面都像在批阅奏折，板着一张脸，也不怕消化不良。看够了？没有，我在看那棵树上有没有鸟窝。糖葫芦，糖葫芦看起来好好吃。就是在上面。沈夫人，老爷让给您买的。狗皇帝这么懂我，想什么来什么。哼，算他还有点人性。这狗皇帝也不是完全无可救服嘛。糟香毛豆、酱板鸭、葱爆羊肉、虾皮烧冬瓜。你吃得完？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当宵夜，不能浪费粮食。让开让开！掌柜的，死了没有？快滚出来！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菜全都给爷上一遍，爷有的是钱。哼！是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京里那位胜券正浓的王答应，那是我亲外甥女。王答应，不会就是那个已经被降成更衣的王常在吧？他舅舅。我外甥女在宫里。那可是皇上跟前最得宠的人，随便吹个枕头风就能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啊，在这镇上你们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报王富贵的名号，保证好使。王哥您太牛，有娘娘撑腰，谁不服我们八大裤衩挂成本？王答应刚被禁足，他亲戚就出来作威作福，而且听这口气，王答应在宫里的银子怕是也有这位表舅的份儿。放开我！小美人儿，别哭了。跟了爷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你在家种地强。我有丈夫的，你放了我！有丈夫怎么了？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拖进去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然当众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
邪门了，怎么背后凉飕飕的，跟被阎王盯上了似的？切！老爷，不管吗？管，但不是现在。不是现在，那是什么时候？行吧，你说了算。那位女子不会有事吧？王富贵已经发现客栈里有朝廷的人，他派了8个打手，半个时辰后会来抓人质。领头的那个腰间有刀。半个时辰，8个打手，还有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跟他说我预感有人要来抓我吧？他肯定以为我疯了。别出声！这娘们还挺厉害，带走！起来。腿软，松不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？松手！而且他一个人打8个，上过战场的就是不一样啊！您受伤了？擦伤。我给您包扎。你带这个做什么？缝衣服。你是想杀了朕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眼睛还挺好看的。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他刚救了我的命，我在这儿犯花俏。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跟展秋学的。展秋是浣衣局的？他是在嫌我包的丑吗？明明包的挺好的。老爷，那些人是谁派来的？王富贵，他发现了我们在查他，狗急跳墙了，想捉你博生机。他算盘打错了吧？狗皇帝天天来喝茶的，真以为我天天得宠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我都没想过狗皇帝当我男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何公公已经去调人了，明日一早，他的人就会被一网打尽。下次别带辣椒粉了，带把大的剪刀。你那个指甲盖大小的，剪指甲都不够。哦，这么多钱，这得搜刮多少民脂民膏？那箱子里最底下那层是金砖，上面铺的是银锭，总数超过10万两。账本上记录了王富贵向6位京官行贿的明细。王答应每年的银子有一半是从这里出的。温馨提示：被强抢的女人昨晚已被救下。这王富贵手伸的可真长，这样说来，账本才是重中之重。不过我该怎么告诉狗皇帝账本在王富贵妾室的鞋底呢？老爷，这个就是账本。何公公这都能找到，真牛，省了我想办法告诉狗皇帝了。我还以为皇上有啥癖好，让我去脱妾室的鞋子，没想到还真有，皇上是真牛。老爷您真是神机妙算啊！神机妙算嘛，有一二在身旁，我就是如有神助。朕的爱妃真牛。他在干嘛？好了，忙了一上午，该好好吃顿饭了。吃了继续出发。剧情预告：王答应因外戚不法、管教不严，禁足延长至1年，降为更衣。王更衣在禁足期间，还在诅咒沈贵人，扎了3个小人。扎小人还扎3个，皇上都扎。王更衣，你是真的不怕死啊？吃得很开心？还行，老爷，王更衣的事儿与你无关，是他自己作死。这话听着怎么像是在替我开脱？不过也是，本来就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他的亲戚王富贵会怎么处置？斩。看什么？看麦子，真好看。今年年成不错，要是粮食产量能再高点儿，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。
抗旱增产的麦种。万寿节小官周明远献过，那麦种亩产比普通麦子高出40%，可惜一直没人重视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4成，那要是推广下去，能救多少人啊？播报完毕。你觉得粮食产量怎么提高？臣妾不懂这些，臣妾只知道吃。他是不是觉得我很蠢？算了，蠢就蠢吧，反正我又不是来当大学士的。周明远万寿节，希望狗皇帝能想起来。老爷，前面有人拦路。皇兄，臣弟冤枉啊！我去，他不是被发配去挖矿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叮叮叮！瑞王私自离开矿场，带着花魁跑了5天了。花魁肚子里怀的不是瑞王的孩子，是他的情郎赵二的。赵二是个赌鬼，欠了王富贵300两银子，把花魁卖给瑞王抵债。瑞王现在还以为花魁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正美滋滋的等着当爹呢。这瑞王被人戴了绿帽子，还帮人数钱呢，太好笑了。来人，把瑞王押回矿场，禁足3年，无旨不得出。皇兄，至于这个女人，送她去找她的情郎赵二。陛下怎么知道赵二？赵二是谁？妾是他怎么知道花魁有情人？怎么知道孩子不是瑞王的？连赵二的名字都知道。狗皇帝就是狗皇帝，什么都知道，厉害厉害。老爷，八卦宿敌，先帝晚年九子夺嫡。顾延宁当年是荣大军个旧部拼死相救，从此他不再信任任何人。难怪他这么多疑，换谁经历过这种事也不敢轻易信人啊。暴君其实也挺可怜的。你方才在心里说朕可怜？没有，臣妾没说，我见鬼了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难道我脸上写了可怜2个字？朕听到了，但朕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。老爷，您不是可怜，您是皇上，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。你是真心这么想，还是在拍马屁？一半一半吧，一半是真心，另一半拍马屁也不犯法吧？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主子，暗卫传信，王富贵背后牵扯出的那条线查到废太子余党头上了，那几个漏网的杀手正朝京城方向潜逃。好得很，当年那杯毒酒没要了朕的命，他们倒是一直惦记。传令下去，放长线钓大鱼。10两，20两。这趟微服出巡虽然差点掉脑袋，但王富贵抄家何公公漏给我的这笔封口费，值了。这点碎银子就让你乐成这样？老爷您不懂，这叫落袋为安。咱们快回宫了，宫里处处要打点，穷家富路嘛。回宫？回宫可比外面凶险100倍。废太子余党的手说不定已经伸到了后宫，你这颗小脑袋未必保得住。那要不臣妾在外面多躲几天？躲？你是朕的妃子，能躲到哪里去？进来。主子，京中传来的急报，王更一在冷宫不安分，频频往外递消息。果然扎了小人，真是愚蠢。是，不过似乎有人在暗中助他，信是送往废太子旧邸方向。看来宫里有人等不及要给朕找不痛快了。你在做什么？臣妾在练习如何变成透明人，以免妨碍老爷处理军国大事。少给朕装傻，回宫后跟紧朕，若敢乱跑丢了命，朕可不替你收尸。老爷放心，臣妾就算死，也死在您的龙床不龙椅底下。有金大腿不抱是傻子。老板，这个包起来。容妃姐姐是个直肠子，送她白玉簪正合适，能稳固同盟。这安胎药引怎么卖？也包上。皇后娘娘那里也要走动，安胎药引显得贴心。我可真是个宫斗小天才。八卦速道，捍卫角落里的那个小葫芦挂件是青岩山主持亲自开过光的，虽不值钱，但极其辟邪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5个铜板。就这些。买完了。没有朕的。你要什么？不要。这暴君怎么突然发脾气？莫名其妙。
平安符，外头买的，不灵不要钱，就当谢谢老爷救命之恩。这是哄孩子的。您看不上就还我，5个铜匾也是钱呢。掉地上脏了，朕替你扔了。小气鬼，明明就是想要，还嘴硬。顾延宁已将葫芦贴身收好，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这是他这辈子收过的最便宜的礼物，也是他最喜欢的。狗皇帝也挺好哄的嘛，5个铜匾就高兴了。主子，您可算回来了！哭什么？我又没死。主子还记着奴婢呢。容妃来过了，昨儿还问您归期呢。沈香宜，没缺胳膊少腿，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带什么啦？给你的。仰视老气。皇上这回赏了什么？还没。沈贵人接旨，赏黄金3000两，锦缎10。谢主隆恩，3000两，狗皇帝这次大方啊！恭喜贵人。3000两，我全年俸禄还没上半，簪子无价，少来这套。你跟皇上这回总该侍寝啦？没有，就捶背毒撒招，最多包扎伤口。包扎伤口？皇上受伤了，擦伤罢了。你到底给皇上下了什么药？嘴甜呗。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才怀胎5月，容妃娘娘也传出身孕了，可不是吗？皇上大喜，赏赐像流水一样送进妃宫里，那叫一个气派。啧，容妃娘娘这福气，咱们几辈子也修不来。哎，都是命，干活吧，一会儿嬷嬷该骂了。明明沈贵人您平时更得皇上青睐，皇上常来您这儿，怎么反倒是容妃娘娘先怀上了？快闭嘴吧你！我和狗皇帝就没上过床，我要是怀了，那不是得皇帝青睐，那是死后翻了白眼儿。妹妹说笑了，这都是命，咱们啊伺候好皇上就是本分。哎，你可盼我点好吧？我甚至怀疑过狗皇帝是不是有什么白月光，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而我不过就是那个白月光的替身，但他也没对我强取豪夺啊，也没红着眼眶说你终究还是不像他。算了，或许他就喜欢我这样单纯不做作的，不用下功夫哄着。想不明白干脆不想，人活在世上想那么多干嘛？能混一天是一天。砰！今日手气不错，看来本宫要赢走你们的提级钱了。荣姐姐，话别说的太早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我这把牌可是绝杀。你们俩啊，就不能消停些？这把本宫胡了。啊，娘娘，你怎么又胡了？我的小金库啊，我就不该和你们打牌。赏你的，输了别哭鼻子，这几颗拿去买桂花糕吃。多谢贵妃娘娘赏赐，祝娘娘青春永驻。唯一让我欣慰的是，容妃的儿子智商不随她。这2个小皇子都长得冰雪聪明，没遗传这后宫的傻气。臣罪万王忘义，臣罪万王忘义。微臣献上千年祥瑞瓜果，果皮上天然长成寿字，祈愿吾皇万岁。切，贴个剪纸遮住阳光晒出来的花纹罢了，这糊弄学的手法有点粗糙了啊。微臣在深山寻得一块麒麟奇石，上面天然带有万寿无疆的纹路。刻好后埋土里3年，等风化了再挖出来，费心思了，但不多，还不如直接送点真金白银实在。这种大好的日子，朕不是很想听这些弄虚作假的东西。这帮老顽固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虚套。竟然还有人送了几个异域舞娘啊！这腰，这腿，狗皇帝艳福不浅啊！今怕是要累坏吧？我是要坏，朕决定了也得让你演。